俄罗斯1年攻势彻底失败。战争研究所以及全球多方开源情报的评估显示，俄罗斯长达1年的春夏季攻势战役已经彻底陷入了实质性的停滞状态。说难听点，就是彻底打不动了。过去3个月，俄军在前线的推进速度是2023年以来的最差阶段。另一边，泽连斯基也硬起来了。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名字叫做“忍无可忍”。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彻底翻脸，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乌俄战争又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对于身处前线的俄军士兵来说，2026年的夏天比往年都要闷热。2025年夏天，特工大手一挥，开启了号称终结战争的高强度攻势。到现在整整1年过去了，进展没多少，反而到处都是丑闻。全军不仅没往前走多远，反而在部分战区开启了倒车模式。这不是火力军在这瞎调侃，纽约时报都直接点名了，说过去这3个月，俄军在前线的推进速度堪称2023年以来最差。最拉胯的阶段，拿具体战区来说说。比如科斯季扬尼夫卡附近，俄军在2025年10月就已经摸到了这个城市的市郊。结果呢，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揭露，尽管俄军在过去整整1年里，在这个战线以及多个其他区域发起了无数次冲锋，但就是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显著的作战进展。俄军硬生生把攻坚战打成了郊区定居点体验营，打不过怎么办？耍花招。在5月9日到11日，乌俄又搞了一个停火，但前线的枪炮声根本没停过。虽然部分地区的整体作战节奏确实放缓了一点点，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俄军这就是撑不住，借着过节停火的台阶，给自己争取喘息的时间。按照战争研究所的说法，俄罗斯利用这段短暂的休整期，在后方进行人员轮换，把刚拿来的预备役往前线塞，同时把后勤资源重新调配，为下一步进攻攒点家底。问题是有用吗？俄军的推进速度不仅极其缓慢，在部分关键战区甚至直接出现了逆转。在2024年到2025年，俄军虽然打得也很难看，但好歹还能靠着人海战术拿到点战绩。比如2024年10月到2025年3月，这是俄军夺取阿夫迪夫卡后的扩张红利期，平均每天能拿下的领土增益大概是 14.92 平方公里。2025年4月到2025年10月，俄军平均每天的领土收益掉到了 9.76 平方公里，动能已经缩水了1/3。2025年11月到2026年4月，俄军一头撞进了乌军的要塞地带防御网，平均每天领土增益暴跌到 2.9 平方公里。最惨的还是2026年4月这整整1个月，俄军不仅没往前走，反而出现了每日领土净损失 3.87 平方公里。这意味着俄军每天不仅在烧钱，还在不断的往后退。这组数据背后是俄罗斯结构性衰竭。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宣发部门还在疯狂加班，在电视上强调俄罗斯的胜利是历史必然，但前线战果很诚实。相比之下，乌克兰这边的表现在2026年迎来爆发，可谓是反差极大。根据战争研究所的统计，在2026年这几个月里，乌军收复的领土总面积直接超过了俄军在整个4月份拼死拼活占领的总和。报告特别指出，早在2025年底，乌克兰就已经收复了库皮扬斯克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最近几个月的一系列反攻行动中，乌军又在南部战区收复了超过400平方公里的领土。前不久，乌军展开了一场极其精准的大扫除，彻底清除了那些渗透进库皮扬斯克的俄军，迫使俄军指挥部陷入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模式。到底是把仅有的预备队拿去维持顿巴斯的进攻重点，还是赶紧拉去南部，堵住乌军突破的窟窿？更让俄罗斯头疼的是，在2026年3月，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完成了一次蜕变。在3月份，乌克兰发射的远程攻击无人机数量在开战以来首次超越了俄罗斯，说明乌克兰的军工产能已经实现了反超。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已经覆盖了俄罗斯境内纵深达1500公里的区域，不仅是边境的几个州，连俄罗斯内陆的炼油厂、大型军工厂、核心军事枢纽全部上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每日问候清单。那么，曾经号称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俄罗斯，为什么会在2026年陷入如此彻底的停滞？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包括技术封锁、后勤脆弱性，以及最致命的人力资源枯竭。第一刀就是星链封锁，与俄军通信链路的全面崩溃。这事儿我们已经聊过很多次了。在2026年2月之前，俄军一直在偷偷摸摸地使用星链终端，甚至很多俄军的基层指挥官已经对星链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他们靠着这些非法的终端来进行高清视频传输，指挥步兵突击，甚至用来给炮兵进行实时火力纠偏。到了2026年2月，乌克兰与 SpaceX 以及美国国防部达成了一项协议，全面屏蔽俄罗斯非法使用的星链终端。结果就是俄军的指挥链遭受了降维打击。前线的俄军连长原本正看着屏幕指挥打仗，突然网断了，对讲机里全是杂音。这个时候，乌军无人机突击群扑了过来，
因为通讯彻底中断，这些俄军单位无法呼叫后方的炮兵火力支援，也无法通知友军侧翼协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陷入绝境。第二刀则是无人机主导的战场革命。到了2026年，乌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空的统治权。这不是靠 F-16或者昂贵的战机打出来的，而是靠工业化蜂群。2026年，乌军大量部署了具备极高航程并且搭载 AI 自动锁定功能的特种无人机，比如大黄蜂和吸血鬼。通过这些无人机，乌军实现了对俄军后方100至160公里纵深的补给线，实现了全天候的动态封锁，从马里乌波尔直通顿涅茨克的关键交通大动脉。T-0509公路上，俄军的油罐车、运兵车和满载炮弹的补给车，即便是在大白天，也会遭到乌军无人机的猎杀。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前线的俄军装甲部队，坦克虽然还在，但是油箱空了；大炮虽然没坏，但是炮弹没了，没有了能源和弹药补给，进攻频率自然大幅下滑。第三刀则是俄罗斯自己的问题。自2026年，俄罗斯的征兵模式迎来了崩盘的拐点。自2022年以来，为了避免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进行强制动员，引发社会动荡，俄罗斯一直采用的是用金钱开刀的模式，通过提供巨额一次性签约奖金来吸引边远地区的穷苦年轻人当志愿者。这招一开始确实管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这个用钱买命的机制，在2026年1月首次宣告全面失效，前线的惨状瞒不住了。根据情报显示，俄军2026年初的招募率已经暴跌到了每月大约2.4万到3万人左右，俄军在战场上的越军伤亡人数却高达3.5万人，一个月招来3万，死伤3.5万。没办法，前线缺人缺疯了，这就迫使俄军高层做出了一项决定，把那些训练严重不足，甚至本来不用上前线的特招群体，直接作为天线宝宝推上前线。在近期的乌俄战场上，就出现了首例特招大学生无人机兵阵亡事件。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叫瓦列里·阿韦林，今年仅23岁，来自偏远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在2026年初，他被俄罗斯强行征召，当时征兵办的人忽悠他说他是大学生，有文化，所以给他安排的是所谓的高精尖无人机部队。莫斯科的宣传口径也是这么说的：我们的无人机部队是专门为那些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在后方按遥控器就行了。结果呢，在军方高层眼里，这些满怀憧憬的年轻人不过是能够快速消耗的十字炮灰。阿维林被扔进训练营，仅仅接受了3个月走马观花式的理论培训，就在3月24日被宣布结业。随后，这个大学生就被送到卢甘斯克最前线。4月6日，也就是他入伍仅仅3个月，培训结束才不到2周的时间，阿维林就阵亡了。短短3个月的理论培训就被当成现成的一次性耗材。这件事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极大的震动，把大学生拿去填坑，不仅在战术上毫无意义，根本挽回不了前线的颓势，反而在战略上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国内精英阶层的动荡。前线已经打成一锅烂粥，俄军的突击队在乌克兰的要塞地带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时，俄罗斯高层的小心思开始转移到了谈判桌上，想要让乌克兰自己放弃顿涅茨克。特朗普也是类似的想法，对于这一点，泽连斯基绝不同意，甚至还要硬刚特朗普。在2025年到2026年，特朗普插手俄乌战争和平进程，克里姆林宫顺水推舟，抛出了一个看似退让的想法：乌军单方面从顿涅茨克西北部撤军，这是停火和解决的关键前提。克里姆林宫把这描述成一个相对较小的让步。特朗普接受了俄罗斯抛出了这个诱饵，试图利用美国援助作为筹码，逼迫乌克兰就范。面对这种压力，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方给出了答复极其干脆：没门。从法理上来说，作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去割让乌克兰的领土。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被明确告知美国未来的安全承诺可能充其量只是一纸空文，非常模糊的情况下，高达68%的乌克兰民众不愿意放弃顿涅茨克州西北部。原因很简单，这块地盘太重要了。顿涅茨克西北部主要由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科斯捷扬季尼夫卡和德鲁日基夫卡这4座城市构成。这4大重镇连成一线，组成了乌克兰东部防御的基石。目前在这个要塞地带，足足有5个乌克兰的精锐军团，包括陆军第3、第11和第19军团，以及国民警卫队第1军团和第7伞兵团。他们防守这条从莱曼郊区一直延伸到虎军村郊区的钢铁防线。如果选择维持要塞地带，乌军在这里占据了绝对的战术高地。这种地形，无论是布置火炮还是进行无人机侦察，都是得天独厚的。其次，这里有着浑然天成的防御屏障，乌军可以依托北顿涅茨河极其密布的支流，形成一道天然护城河。最关键的是，这里是乌克兰经营了11年的地下的掩体与地堡网络错综复杂，在这里，乌军完全可以牵制住俄军的主力部队，迫使俄罗斯陷入消耗战。在这种防御作战模式下，乌克兰占据了战术上风。利用这些坚固的堡垒，乌军能够使用大量的无人机，迫使俄罗斯放弃装甲突击，依赖分散的步兵进行渗透。
这就限制了俄军的作战节奏和规模。无论是2025年12月的库皮扬斯克周边保卫战，还是2026年2月发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战斗，乌克兰国防部队都完美展示了这种战术的威力。但是如果选择撤军，乌军将会直接退入平坦的第聂伯低地草原，这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俄军将兵不血刃地跨过河流，控制河岸，获得一个深入乌克兰中部的巨大战略跳板。而退下来的乌军必须在平原地形上迎着俄军的炮火重新挖掘战壕，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地。一名受过训练的乌克兰士兵，只要依托着高地和坚固的工业掩体，完全能够抵御10名甚至更多俄军的疯狂进攻。这就是地形带来的防御倍增效应。可一旦撤退到西部的平原，这种倍增效应将瞬间清零，彻底消失。到时候乌克兰将不得不投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代价填补平原上的防御漏洞，这账怎么算都不划算。一旦这道大门被打开，后方的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乃至整个乌克兰中部的腹地将瞬间门户洞开，彻底暴露在俄军的铁蹄之下。顺带一提，把领土交给恶霸来换取所谓的和平，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成功过。1939年，苏联对芬兰提出要求，必须交出卡列利亚地峡，以此换取和平。当时的芬兰是怎么做的？宁愿选择打2场惨烈的血战，也绝不向强权投降。虽然最终因为国力悬殊，芬兰还是失去了那片领土，但是芬兰人在曼纳海姆防线上激烈的抵抗，给苏联红军造成了极其毁灭性的伤亡。这场仗把斯大林打疼了，也给打醒了。如果当年芬兰没有抵抗，选择直接投降交地，那他们的命运大概率会和波罗的海3国一模一样，在1940年前被苏联吞并。今天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割让顿涅茨克州西北部，本质上就是历史的重演。这只是克里姆林宫掩饰其在战场上无能的借口，妄图在谈判桌上拿到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即使特朗普向乌克兰施压也是如此。2026年5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标题极其吸引眼球，忍无可忍，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彻底翻脸，揭示了基辅高层对白宫极限施压政策的全面决裂。特朗普政府以及他身边的那些核心幕僚，比如万斯、维特科夫等人，一致认为，乌克兰只要点个头，割让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给俄罗斯，就能换取美国提供的一份模糊的安全担保。这种所谓的和平方案，在基辅的领导层看来，这是要求乌克兰签下一份慢性死亡的契约。特朗普为了让乌克兰同意，切断了对乌军的情报支持，甚至在公开场合将泽连斯基描述为阻碍和平进程的最大阻力。这种打压就是决裂的原因。当然，如果只有这一点，泽连斯基也不选择决裂，毕竟那么长时间过去了，不介意再忍一忍。诱因是美以与伊朗的战争，以及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纽约时报》的文章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首先是和平谈判的彻底停滞与基辅的反击。2026年2月，美以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导致美国分身乏术。特朗普政府原本全力支持的乌俄停火谈判陷入了停滞。面对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泽连斯基对华盛顿的态度不再是唯唯诺诺，而是直接撕破脸皮，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指责他们严重偏袒俄罗斯，只为追求迅速停火的施压计划。如果放在之前，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乌克兰正在酝酿并实施去美国化战略。泽连斯基已经认清了现实，他正试图主动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尝试彻底摆脱乌克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华盛顿的过度依赖。当然，在这点上，最主要的还是欧洲。美国撤走之后，欧洲接过了援乌的大旗，成为了乌克兰战争资金的最稳定、最大提供者。随着欧盟的900亿欧元资金，北约方面协调的600亿美元防务，再加上乌克兰自身虽然受损，但仍在运转的2000多亿美元 GDP 基本盘，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还有来自全球各地官方与民间的源源不断捐款，这笔钱的规模足以确保乌克兰政府日常的运转，发工资、发抚恤金以及最基础的国防开支依然能够保持健康的可持续性运行，赋予了基辅继续长期作战与俄罗斯耗到底的底气。有了钱，腰杆子自然就硬了。军工体系也是如此，乌克兰通过与法国、英国、德国、挪威、瑞典、意大利等老牌军工科技强国深度合作，在欧洲大陆本土结成了一张庞大的利益网，形成了一条极其完善且高效的初级军事科技产业链。随着技术的下沉和引进，乌克兰本土的无人机制造工业迎来了井喷式爆发。他们现在生产的高性能无人机数量和质量都已经能够完美弥补因美国断供而导致的炮弹短缺，而且在实战中，无人机展现出的战术动能和打击精度比传统炮弹更高。不仅如此，乌克兰与欧洲联合投资扩建的炮弹工厂也开始发力，现在的产能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前线战场的需求。2026年5月，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亲自带队抵达了基辅，目的就是扩大德国与乌克兰两国的国防工业合作。双方在会上直接拍板，将强强联手，联合开发最新型、最顶尖的无人武器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更是透露了一个消息：
全球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与乌克兰签署了无人机防务协议。这些协议不仅包括直接花重金购买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国产无人机，更包括多项与乌克兰联合在当地生产无人机的技术转让项目。乌克兰与加拿大的高层谈判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两国很快将在北美建立合资企业，联合生产新型无人机。更让人振奋的是，乌克兰与欧洲防务巨头联合研发生产的反弹道导弹防空系统项目，目前也已经基本敲定落实。总的来说，在2026年的今天，乌俄局势踏入战争新阶段。虽然从账面数据上看，俄罗斯在总兵力规模和常规炮弹弹药总量上依然占据着纸面上的优势，但是俄军陈旧的僵化的进攻效能，衰减趋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俄罗斯所谓的最终胜利，仅仅只能停留在克里姆林宫宣传部门用 AI 生成的视频里。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接下来乌俄战争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板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